以台股来说几乎没有跌过单日没有跌过这么多的嘛，对不对？这波跌这么重，当然第一个就是总体经济的一个变化，大家预期就美国它接下来的经济会是一个所谓降温，预期的落差太大，然后它就会出现就是比较极端的反应，例如像这一次。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露露夏嘉入。在过去一个星期全球股市呢上冲下洗，剧烈震荡。彭博社报道说，在最近这样的全球股灾呢，预估蒸发了 6.4 兆美金，这有几个零我都要算一下，太多了。好，台股呢是在8月2号礼拜五的时候跌了破千点，1004点，隔了一个周末再开盘，到了礼拜一8月5号再跌1800多点。日韩股市呢甚至在同一天跌到一度熔断暂停交易，不过很快的又涨回来，可涨回来中间又跌下去，这样反正非常挑战大家的心脏，如果你有钱再放在股市的话。可是经济基本面基本上在短短几天没有出现什么了不得的变化，所以到底是为什么震荡呢？我不晓得大家心里头有没有跟我同样的疑问，但今天我本人是没有办法针对这个疑问给出什么样的答案，所以要请专家来帮忙。资深分析师陈维泰，维泰你好。嗨，露露好，大家好。如果从在看财经相关节目，应该是对你很熟悉对不对？应该是。你自己在股票市场，就是一开始就是从业人员嘛？对，我一开始是在这个耀德国际证券投顾当研究员，然后后来再到大庆证券也是当研究部，然后研究部主管，然后再来就到了福邦证券，然后再来再来这个 C-Money 筹码 K 线对，那这一路走来也是历练过一些就是例如说基本面的训练啊，总体经济的训练啊，然后再来就是台北股市的一些历练。所以可以说你一出社会就在证券市场混的这样子。应该说一进大学真的啊不是出社会，是进大学所以你以前是在学校有参加什么股票社还是什么证券社还是之类的那种？那时候学校的社团倒还没有股票社，我觉得我们两个不会差太多岁啊，应该不会，对，我28、30左右吧。谢谢。对，我的意思说，我记得我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没什么这种社团，对，没有这种社团，对。所以你以前大学的时候是怎么开始接触？其实应该是说我去打工的时候，当然打工里面的同事他们都有在做投资。那我本身其实一开始是在投资基金，那时候基金比较红。你原来是念什么的？我念中原大学的电机系。电机系我本来以为你是跟念财会有关的科。我是硕士才跑去念淡江的产经所。可是问题是你说你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就是你在电机系的时候就已经在接触股票市场了。对，那你那时候就已经注意台积电之类的那个时候最红的不是台积电，那时候最红的是华硕。华硕那个时候它每一年的这个股票股利是10块钱，也就是你买一张华硕，它如果配股的话，你会多一张华硕。哇，好开心对，买一张配一张。那这么年轻应该也跌过几次？我出场过2次。对，所谓的出场是就输光所有的钱2次。哇！但是我都很乐意跟人家分享我是如何跌倒的。好，回来讲，因为你在股市里头实际上参与了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回头来看这一次好了，你会觉得很怪吗？说真的，我其实没有很恐慌。你看，像我就是播新闻他们下标我刚刚讲都会用什么血洗那种血流成河之类，就会用很强烈。那确实也是以台股来说，几乎没有跌过单日没有跌过这么多的嘛，对不对？对，怎么会需要反应到这么大？就是这个怪是让我觉得一直无法理解的。好，我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大家这个所谓的体感，这个对体感这么深。就是说怎么可以跌到1004点或者1800点？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加权指数的点数是比较高的，就是1万点的时候的 2% 跟2万点的时候的 2%，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通货膨胀的概念呢？有点类似这种感觉。所以因为你现在是2万多点的一个2% 的下跌，那当然点数绝对值就会很大，所以你会觉得说以前没有跌过这么重。对啊，因为以前加权指数没有来到过2万点以上。对，所以从光看这个指数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说这波跌这么重，当然第一个就是总体经济的一个变化。就原本大家
预期就美国它接下来的经济会是一个所谓降温，大家预期会是一个软着陆，可是没有想到在上一个礼拜，它的这个制造业这个所谓的一个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出来的数字是比预期的还要差很多。可制造业原来就不是他们就业的强，就是最主要的吧？美国制造业一直都在萎缩啊，我的意思是。对，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预估上，我们讲股票市场其实判断的是就是跟原本的预期到底有多大的落差。你预期的落差太大，然后它就会出现就是比较极端的反应率，像这一次，所以大家会担心说，那美国的经济看起来不是软着陆，那很可能是硬着陆的话，那么这样子呢，可能会影响到，例如说，企业的获利能力。那企业的获利能力一旦受到影响，那么他们的股价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人们会开始做一连串的联想，然后想到后来就决定卖股票。对，然后因为已经涨了，可能从2022年之后一路往上涨，又涨蛮多的，涨1年多了。原本预期今年初就要拉回的这一些这个所谓的卖盘，这次可以说是倾巢而出。那再加上这一波因为有非常多的这种所谓的散户投资人，那他们也都有一些是用什么融资去做买进。那我们知道融资买进股票就是等于就是你今天拿股票跟券商拿来做抵押借钱，对，借钱拿去做投资。对，那当然股票的价格下跌的时候，就代表说你的担保品不够了。你担保品的价值不够，券商会要求你补钱。对，你补不出钱来，券商就有义务，他要帮你把这个股票做一个强制卖出的动作，就是俗称的融资断头。那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会造成很多的一个股票是属于不计价杀出的情况。所以很难得看到台积电在那个交易日当中是呈现跌停板的一个走势，对，甚至连台指期它是属于用这个所谓高杠杆的一个操作的投资商品，那台指期也看到跌停板，这都是过去应该说在过去这10年来比较不曾看到的情况。所以这反映了大家普遍情绪上面是一种都很脆弱、很恐慌，就是或很不理性的一个情绪嘛。你说的没有错，就是投资人在这个时间点的确让人家发现到有一点点的不理性。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就在今天早上，美国所公告出来的这个就业数据又比预期的好，是不是？对，这怎么让你们每天都在看的时候，你们不会都觉得说现在是怎样，就是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这样一下那样这样那种感觉？对，所以其实到后来我们就会回归到一个投资的本质，对，就是现在的不管你看上了这个商品或者股票好了，你看上了这家公司，它的现在的股价的这个位置到底具不具有投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最根本的。所以例如说台积电好了，你可能不看那一天跌停，你看的是台积电本身有没有那个价值，是不是？应该说它跌停的这个价格到底有没有符合它的基本面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还是高估？对，我觉得这个是投资任何股票都会面临到的问题。那如果说能够掌握住这样子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一些外在相关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到股价的因素，可能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就会稍微去把它做忽略。或稍微平衡一下，不要只是单看某一个因素这样子。对，要不然这次日本说要升息，好像也被讨论蛮多的。对，因为这件事情呢，在过去比较没有发生过，就是大家借日元，然后去投资其他的金融商品。可是，一旦日元这边要升息，那就像一个蝴蝶效应一样，就是它会牵动到当时去借日元投资，例如说投资美股的这些的资金，它可能为了要还这个日元，就必须要这边要卖股票，然后去还日元。对，好，那就是这样子一连串的一个效应，就造成就是国际股市跌，然后日元本来要升值的，后来也变成不升息了。所以这是一件好事吗？你说日元本来要升值，后来就不升息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对，它迟早还是要升的，只不过要把这个发生的事情往后延。
那其实就有点像是你刚刚最前面在讲的，本来预期可能在年初就要开始，就有出现的卖盘，一直压到最后一次出现就哇，这样很可怕。所以一样道理啊，你本来就应该要就是像软着陆的方式，慢慢去消化它、吸收它，然后减缓它的这个震荡效应。然后不这么做，到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不行了，那个后坐力就会特别强。我觉得是同样的概念，那个水库。它在泄洪的时候，它会累积很多，然后它一次要泄洪就会泄得比较严重。对，可是这某种程度就是反映出来，就对各国央行来说，现在看到全球的投资人都是这么的脆弱，感觉起来好像不大能够给大家太大的压力，所以大家就会变得各国央行在采取一些相关的政策的时候就会更小心，或是更容易就缩手这种感觉。我比较意外，就是日本的央行竟然说不升就不升。对啊，因为通常央行应该要站在比较超然跟独立的立场，不应该因为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动荡而对它的这个货币政策会有所改变，就会这么容易摇摆。对，所以这次日本央行的后续的反应让我有点意外。对，不过这个没有办法解决现在日本所面临到的问题。那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题目。我觉得现在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央行的总裁。每一个国家应该都差不多难。对啊，因为每个国家它所面临到的问题都不一样。对，像就指我们台湾好了，你说房地产涨成这么样子高，那我们要用升息的方法来抑制房地产的大涨吗？事实上不行，因为升息可以说是一个最后手段，因为它影响到的是百行百业。真的，它一升息，现在所有在缴房贷人全部都欲哭无泪。对，对，大家的痛苦指数就马上升高。所以并不是说政府不愿意去做这个升息，而是在整体评估考量之后，他发觉这可能是弊大于利。对，所以他就没办法去做升息。那央行怎么办呢？只能用其他的货币政策的一个方式去做调控。所以每个国家每个央行它所面临到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那你对投资市场来说，彼此联动性又这么强，是，所以你暂且我们先来看，下一个季度好了，假设就是3个月好了。你觉得股市还会这样子上下震荡这么厉害吗？最起码这个礼拜到了后期，除了我刚刚讲那前2天很可怕之外，后面好感觉起来大家稍微恢复理性一点了啦。第3季会不会大幅度震荡，我不敢确定，但是我认为至少现阶段行情应该不至于再像过去一样，动辄上千点的一个震荡。对，原因是因为这一波的下跌已经把不少的融资都把它洗出去了，就是那些比较浮动的这些筹码，比较没有信心的一个筹码把它洗掉，所以现在理论上他们的这个还在里面的这一些人基本上就比较不像是那种短线进出的那一种投资人。对，那它的波动幅度就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有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下杀的力道。对，你自己说你这么常年在股票市场，然后你说你有2次出场的经验，就全部都没有了这样子。所以这么多的经验累积起来，你对投资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抱持着长期投资是比较好的方向去思考，而不是短期的这种进进出出啊，然后比较赚价差的这种，但是很嗨的这种方法在做？我个人认为是资本市场，尤其股票市场，它比较应该是属于就是波段性的一个操作会比较适合。你说死抱活抱也没有意义。你把100块的股票买进，抱到200块，它要跌回100块，然后你也不卖。那其实这一段走来到底目的是什么？我常跟我的学生讲说，股票它是动产，它不是不动产。它既然是动产，我们就要尊重这项投资商品的属性。就是要动。可是你的动要怎么动？是每天进进出出的动，还是说在它浮现投资价值的时候进场，在它的这个市价超越了它原本应有的真实价值的时候出场？我觉得应该是要选择后者。那就要很花功夫去做研究要不然我怎么知道它的价值到底是我以为的符合价值，或是已经超出了，或是还低估了？你说的没有错。其实这几年虽然说我在市场上面这么多年，可是每一年市场上面都没有重复。
它都就是我今年的这种 case 跟明年这个 case， 它其实是不会完全一样的，它没有办法100%的重复。因为股票市场在这边操作的是人啊，我们知道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对，那人有他的心态，有他的心理的层面的因素，所以我们只能够知道，就是说，那这件事情过去曾经发生过，那我们可以参考，但不能够100%的去用过去的一个思维去解决现在的问题。例如说当时的 SARS， 当时的 SARS 股票市场跌得很惨，房地产也跌得很惨，对。可是后来这次 COVID-19， 其实真的股票市场有跌，那房地产有跌，可是房地产跌得不多，对，因为大家都会回想到过去 SARS 那一段，对，大家只要看到价格一往下掉就进场承接，所以人们会从过去的经验学到一些这个经验法则，对，他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对，所以这次为什么日元这件事情，大家反应那么急？因为以前过去没有碰过，没有碰过说我今天借零利率的这个日元去投资外面的商品去做套利，而这边突然说要升息，以前过去比较没有这种经验，所以大家没有碰过，然后就会有不知道该怎么办。日本到底多久没有升息啦？可能10年有，就从美国实施 QE 之后，它就一直都是零利率，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对，好像有段时间还是负利率。对，我那时候想说负利率到底是什么概念，所以我觉得反而黑天鹅有可能是日本说要升息这件事情，是不是对投资市场来说？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意外，是这件事情啊。那后面还有后面的问题啊，例如说 AI， 好，因为 AI 现在大家喊的很大声，对，也就是说大家的期望很高，对，期望太高，结果就很容易会造成失望，是，对，所以在这次那个美超微，就是那个号称美国 AI 第一妖股的美超微，他的这个对应该说对后市的展望跟他接下来的毛利率的变化出现了就是比市场上面预期的还要差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到那 AI 是不是没有大家预期中的这么好，所以这样子大家就联想到那会不会连 NVIDIA 也没这么好。你会不会觉得投资市场就是常常会有一种滑坡式的这种想象，就是一个事情有一点苗头，啪啪啪，后面就滑坡下去，就是会，对，所以可是我要说的事情是，如果投资朋友一直跟着市场上面的舆论或者是媒体去操作的话，会很累。对呀，你一下就要买进，一下要做卖出，其实那个是非常累的。所以我刚刚才说，其实我们要比较知道，就是说我们到底要什么，然后我们的这个核心思想就是要找到这家公司它的可能真实的这种所谓投资价值大概在什么地方，然后在那个时间点去做进出，对，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回到你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心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们要长期投资，但你不要把它长期长到一个变成不动产的概念，对不对？对，我就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尤其是前几年一直很流行的那个存股，对，现在也很流行啊。可是我必须要讲，我现在还在存呢。我不排斥，不排斥。我只是说，存股这件事情是当时前总统马英九先生在位的时候，他硬要推所谓的增所税。然后那个时候造成非常多的投资大户出场，就离开台湾。然后造成台北股市每一天的成交量可能不到500亿，一潭死水。一潭死水的情况之下，股价没有波动。那没有波动的股票市场怎么操作？我就只能存股啊，因为它没有价差。我就存着等它配息这种概念。对，是在那个时空环境背景下所延伸出来的观念。那所以我并不认为现在是100%适合这种投资方式。但那 ETF 不都是在讲像这样的概念吗？ ETF 当然它就是从这个存股的概念去做延伸啊，对，做延伸。对，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不会鼓励大家100%的资金去做存股，你可以拿30%或40%，对，当然可能会有一部分，有20%或30%去做我刚刚所谓的，就是寻找就是
大跌之后浮现投资价值的个股。你刚刚讲的那个所谓偏存股的，就是放在 ETF 里面嘛，是不是？可以，或者如果说你有比较熟悉的个股，它是稳定的，稳定的配息的，我觉得也可以。例如说很多的金融股，对，它的股价的波动也不大，但是它每年的获利的状况是蛮稳定的，配息也很稳定，那这种也是 OK 的。因为最近就是对我们这种就每天很忙，完全也看不懂盘势啊，然后也不像老师你这么厉害，就是知道什么价格区间啊，什么波段的啊，就唯一能够想的就是放 ETF， 要不然就是放基金，然后感觉起来就是稳稳的，然后一篮子在那边也不怎么需要操心，虽然有涨有跌，涨也不会涨那么多，跌也不会跌那么可怕，大概是这样子。可是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还应该要再更积极的做法？这两个商品我都有，对，我也都曾经投资过，所以我并不是说否定这两个投资商品，只是说每个人因为他个人的条件，例如说40岁的人跟50岁的人跟60岁的人，他在整个比例上面的拿捏会有所不同。养一个小孩没有养小孩跟养3个小孩的人是养3个小孩的人可能 ETF 就要稍微多一点点对，然后假装这个是给老大，那个 ETF 给老二，对，要配好好的。我 ETF， 因为像 ETF 假设高配息的，它有分季配跟月配嘛。对，那季配的可能就有3、6、9、12月的这一组。对，这组就拿来缴学费的啊。因为9月份就是缴学费的时候啊。对耶。对，我会按照我们家里面的实际的开支去做我 ETF 的搭配。比如说年底或者是年初要过年，可能会有一些花费或 Christmas，要送礼，对等等的，所以可能3、6、9、12的这一组我可能会买多一点点，然后再来可能例如说147因为说258的258的这一组，那可能就是为了缴税。除了税不是5月份要缴吗？对，那像最近不是有那什么汽车燃料税什么的，对，那就是也可以安排一组，对，基本上大概就有2组到3组。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有些人他就没有小孩学费要缴，他就不用去，他就不需要去 focus 在3、6、9、12的那一组。对，但他可以穿它刚刚好，感觉起来每个月都有配息的感觉，但就不是这样是00940那种月配息。他也可以这样做啊。对，那他可能就觉得说我需要的是稳定现金流，对，我要有生活费，对，那他可能就00929啦，或者是00940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债券型的月配息的 ETF， 我觉得也可以。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老师你有讲到一个重点，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不动产的概念，就是都不活啦。所以其实你的操作方式或你要怎么配置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嘛，对不对？是。你自己的这些投资这么多年的心法呀，或者是进进出出也学到一些教训啊，你觉得你是不是在看待投资这件事情，从大学跟到现在眼光也就完全不一样？我甚至有时候都觉得投资会反映一个人的人生观呢。是啊，我们以前也就是很喜欢去做短线进出。我曾经跟我的那个同门师兄弟，我们在比赛当中好危险的比赛哦，就是看谁，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冲，看谁能够冲的最久。我大概冲了第17天我就输了，他冲到第21天他才输第一笔钱。可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也很 enjoy 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很对股票操作很痴迷啦。对，为什么你那时候这么迷？是一种成就感吗？就是看到数字上上下下，不一定是真的我好像要变个有钱人，而是在这里头有一种成就感吗？就好像有些人会去打电竞一样。对啊，就赢了的那种，它就是一种成就感。好像我认识的，我有一个也是同门师兄的算同门师姐，他就喜欢做那个期货的操作。他可以一天进出10几次。然后最后收盘的时候结算，获利0。他就觉得做得很好玩，但是回头想想，生命都在这里面进进出出了。所以有一天下午，那个时候我们办公室里面有个老大哥，他就走过来就看看我，然后就说：“年轻人，你要那几些人 Q 感。”
因为我们都在赚那个2角3角的价差，和人家那边塞哦，人家那机器人 Q 高哦。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我台语不是这么好，后来才知道哦，他这句话是一语双关，他其实是觉得说我应该要朝另外一个境界去发展，也就是要想办法做到波段性的操作，而不是在那边进进出出。对。那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投资人？对于投资或者因为投资有得到一些什么人生的体悟吗之类的，或是转变你自己对你人生的方向有因为投资进进出出失败或成功，然后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吗？我现在的投资的一个想法又跟前几年不一样，主要就是因为小朋友出生了，是吗？所以我才会有嫁妆股投资法。就是我要挑一档个股的时候，我会先去思考它的下档风险。对，假设这东西以后是要给女儿的，那这个资产就不应该会有大幅度缩水的可能性。所以我会去挑选一档个股，它可能例如说像我有5个 SOP。第一个就是它可能它的股价是在低位接的。然后呢，在股价表现上呢，它可能有我们所谓的落底的迹象，然后筹码面的部分有可能有法人的加持，或者其他的一些有利于多方发展的条件。还有一些就是我判断它现在是最坏的时间点，对，除了最坏时间点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去做进场，那它大概就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种选股的模式。对，那这种选股模式是先求立于不败之地。那至于它后面会涨多少，那其实就要靠点运气，或者是它什么时候会发动，不一定。我曾经碰过，就是买完一档股票，然后它等了半年才开始涨。但是在半年过程当中，它股价其实是没有很大幅度的一个减损的。对，那这就达到我的目的。我非常赞成你刚刚说，就是投资股票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人生的历练。对，像碰到这一次的这种所谓的大家称之为股灾的这种情况，其实我的感受就没有这么恐慌。我反而是包括我也跟我学生讲说，我们可以稍微找一找有没有哪一些的公司，它其实这一波有可能会出现超跌。对，例如说我也在看这个台塑集团，它跌得很惨，不管是从主观条件跟客观的环境去判断，它现在其实都是状况不好的一个情况，可是有没有可能更坏？OK，然后这家公司真的也会烂到它会消失在股票市场吗？不会，这个都还是很理性的分析，看数字啊，看财报什么的。对，我们刚刚在录音之前，我们小编就在分享啊，说他这段时间呢，就有接到他朋友打来电话嘛，对不对哈？然后说呢，他朋友急得要死，然后就问他说：“你不是在电台工作吗？电台不是有很多财经节目吗？你有听到什么消息？”他想说，慌到打电话给我，这也太莫名其妙，因为他自己根本搞不清楚什么状况。所以我想要凸显的是，就是每一个人他的心理素质去承受这个的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可能会真的有那种少年股神，一次两次就倾家荡产到再也站不起来的。我觉得这种故事相信也有。所以你在投资市场当中有没有看到一些哇，你看了特别感叹的这种投资故事、人生故事？有，也是曾经就是我们同门师兄弟，然后他真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称之的少年股神。他那个时候也是就从那边从那个台南麻豆，就是跟公司说我要留职停薪，然后他就北上来找我们，然后就说要学做股票，然后学完可能他学了大概1-2个月吧。就是我常开玩笑说他抛妻弃子，就是来台北就来学做股票，就回去之后，他当然觉得他已经学到什么一些操作的技巧，有一种上山求艺的感觉，对，真的，以前我们在拜师学艺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会放下所有东西，就是他是跟我老师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在你旁边坐着，或在你后面坐着，看你在做什么。哇，他也不要领薪水，就坐着看你而已。他可以这样子做这个事情。对。然后后来他果然就发挥了他的这种操盘的这个技巧。然后很快的就赚了很多钱。
然后也买了那时候的那个跑车。不过就像少年股神会发生的事情一样，就是你东西来得快也去得也快，他在一次的震荡过程当中他就出场了。甚至后来找不到他，因为听说他就是我们所谓的跑路了。对，然后就是跟人家借钱，然后各种融资出来的资金拿来做的。对，甚至他去例如说接一些代抄，然后等于是把别人的钱都赔光了，然后别人可能还要跟他来追讨。他后来就躲到乡下去做那个网版印刷，就领那种日薪，因为他们他的那个就是什么银行都已经被冻结了，只要有钱进去可能就会直接就被冻结住了那一种。是。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对，你都会拿这些故事去跟你自己的学生啊说些什么？你希望大家保持着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或者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投资这件事？应该说金融市场它是零到无限大的游戏。你真的有可能会输到零。归零，然后就什么都没有就出场，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我都跟我学生讲说，宁愿错卖也不错留。就你发觉状况不对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去做减码跟出场的动作。因为没有人因为错卖股票而破产，但有很多人因为错留股票而破产。股票市场就是谨慎再谨慎，对。所以最好也要有这样的心理素质了，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要谦虚，对，要尊重市场，你平常要了解这些市场上面的动态，或者是一直要让自己维持像这样子的心态，谦虚尊重市场。你会常常阅读一些什么东西来帮助自己吗？我最喜欢的一句经文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真的，在股票市场这句话非常重要。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辈子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出发的。对，我非常，可能我在金融市场久了，我就对这句话特别的有感触。很多人的失败都是因为他就是我说的，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厉害，像神一样，好像做什么都会赢。那之后就是危机的开始。我也非常喜欢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我小孩就是好像满10岁还什么的，我特别送给他的经文，要刻在一个饰品上面之类的。最后比较实际一点啊，有没有你觉得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会特别关注或留意的消息，好让你在市场上做判断的时候比较精准的？我认为我会观察啊。当然第一个联准会的这个利率决策很重要，快了嘛，对不对？听说9月份就会迎来第一次的降息。OK， 只不过是降1码还是降2码的差别。对。那利率决策呢，一定会影响到市场的资金的流动，那这个可能就是接下来会影响到股票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第二个我会关注的就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很重要。对，因为我们讲政经嘛，政治跟经济说实在话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是的，对，所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可能牵连到未来的整个国际的一个局势，经贸的问题。对，这个是比较大方向的。然后再来产业面，我当然就会去关注到就是 AI。因为从去年我们都讲 AI， 那时候 AI 好像在天上飞，对。那现在到底落地了没有？就是它有没有实际上面的应用，然后有出现营收跟获利。就是不会再像过去的网络泡沫化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因为现在大家有点担心。那我们会关注这件事情。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跟台湾很有关系，因为几乎所有 AI 的 component 都在台湾或者组装都是在台湾。对，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它的产业整个发展的走向跟趋势哈。对，而且可能有一点点细微的变化，就会有剧烈的影响了 AI 这个产业。对，今天非常好，就是也很实际，然后也很帮大家心灵鸡汤一下。
谢谢维泰老师。谢谢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故事。我们这节目每个礼拜2跟礼拜5会更新上架，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聊新闻，欢迎订阅分享，并且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跟5星评价。新闻幕后我们现在有自己的粉专跟 IG， 所以我们会把连结呢一样附在节目资讯栏。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回馈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再次感谢，拜拜。拜拜。